日本企图对中国经济封锁高新技术，外交部回应绝不会坐以待毙。日本政府听不懂，但日本社会看懂了。中国大使被请为座上宾，信号很明确。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严树军，欢迎收看严树军论评。今天我们论评的主题是：我外交部发声不会坐以待毙，日本人看懂了，中国大使被请座上宾。近日，雅虎日本网站报道称，从中国外交部声明中可以看出，为了应对日本的芯片设备出口反制，中国可能会做出报复举动。没错，这家日本最大的主流门户网站，就是用报复一词来形容中国的，充满了浓厚的反华情绪。而具体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还得从日本最近的动作讲起。这两天呢，多国领导人接连访华，日本外相林芳正也来了，在北京跟王毅主任进行了会面。但日本这边跟中国沟通，另一边却在背地里搞小动作。在日本外相访华之际，日本政府正式出台了一份芯片设备出口管制协议。从内容上看，挑不出什么毛病，也没有将矛头刻意指向中国。但仔细一看，会发现日本很巧妙地隐藏了自己对华野心。这份芯片出口管制协议一共限制了6类，共23种芯片制造设备的出口。日本政府声称，这项协议不针对任何国家或地区，适用于全世界范围。但实际上呢，像美国、日本、新加坡还有台岛地区，都可以以日本最惠国的身份，在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下，无条件进口日本芯片制造设备。而中国显然不在日本最惠国的圈子之内，而且全世界真正大规模研发半导体的国家也就这么几个国家。说到底，日本还是在绕着圈子专门针对中国，只不过明面上好听了点罢了。对此中国外交部也在第一时间进行了回应。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是这么说的：如果日本企图限制中日正常半导体产业合作，想要损害中国的利益，中方必将做出坚决的回应，绝不会坐以待毙，还希望日本能慎重决策。就是这么一段话，让日本网站认为中国可能要对日本进行打击报复，尤其是外交部表示的绝不会坐以待毙，可能日本政府没听懂，但有一部分日本人倒是看懂了。这不，近日中国驻日本大使就被请为了座上宾，而邀请的一方则是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石仓雅和。这个日本经济团体的联合会的来头可不简单，背靠世界前3的东京证券交易所，在日本整个产业界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会长更是被称为日本的财界总理。而这次会面，经团联会长石仓雅和就是希望能继续跟中国深化合作基础，同中国一道维护全球供应链稳定，加强数字经济联系，保持自由开放的国际贸易秩序。很显然经团联和中国大使讨论的与日本这次出台的芯片管制协议完全是背道而驰。但是经团联是一个民间团体，又在政经两界有着庞大的影响力，日本政府的手还真伸不进来，说明日本政府紧跟美国的对华政策在日本社会是十分割裂的。日本政府想在高新技术领域打压孤立中国，还得问日本各大企业答应不答应。而这次中国驻日大使与日本经团联一把手的会面，几乎为之后中日合作打下了基础，这是日本政府无法左右的。可能会有人说，我们不能对日本抱有期望，要时刻提防日本，但是这种事儿不能一棒子打死，对我们有利的方面我们一定要抓牢了，尤其是在当前外部形势恶化的阶段，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面对美国阵营的穷追猛打，中国一定不能坐以待毙。好，本期的话题就论评到这里，我们下期见。